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横跨海峡的爱情故事，说起来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啊。这个故事主角是大陆一个高干家庭的独生女小云和台湾一个普通家庭的男孩阿杰。小云从小在北京生活，父亲在某部委任职，家境优渥，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优秀的成绩让她顺利考入北大，毕业后又前往英国留学深造。而在英国读书期间，她认识了同样在那里读书的台湾男生阿杰。阿杰家境普通，父母都是台北的小公务员，能送孩子出国留学已经是倾其所有了。你好，可以借一下你的笔记吗？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话，平平无奇却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两人从同窗到相知，再到互生情愫，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当小云第一次向父母视频通话提起阿杰时，他爸妈的反应可想而知，台湾男生。他是不是冲着你家的条件来的？小云妈妈皱着眉头，满脸不悦。妈，您这是什么思想啊？人家阿杰家在台北也是有房有车的，根本不缺这些。小云急得直跺脚。有房有车，那能跟咱们比吗？台湾那么小一个地方，能富到哪儿去？小云爸爸一副看透一切的神情，而且两岸关系这么复杂，你将来要怎么生活？这边阿杰向家里坦白时，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大陆女生。阿杰妈妈瞪大了眼睛，我听说他们都很现实的哎，是不是看上你家的条件了？妈，人家小云家条件比我们好太多了好不好？他爸可是大陆的高官。什么？高官？阿杰爸爸震惊的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那更不行啦。人家高干子女怎么可能嫁到台湾来，肯定是玩玩而已啦。就这样，两个家庭几乎同时给出了反对意见，理由出奇一致，担心对方是别有用心。小云也有自己的顾虑，我会不会只是你在异国他乡的消遣，等回台湾后就把我忘了？阿杰苦笑，我倒担心你回大陆后会不会嫌弃台湾的生活条件。你知道的，我家没法给你大陆高干家庭那样的生活，我又不是为了物质跟你在一起的。小云气呼呼地说。那我们就携手面对一切阻力，好不好？阿杰握住小云的手，眼神坚定。他们决定毕业后先去对方的家乡生活一段时间，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再做最终决定。小云带阿杰回了北京，阿杰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豪门，三环内的大平层，司机接送，家里请的阿姨出入高档场所，这一切都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小云爸妈见阿杰第一面就是一顿试探，听说台湾经济不太好，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叔叔阿姨好，台湾经济其实挺稳定的，虽然增长速度不如大陆快，但民生水平很高的。阿杰礼貌地回答，我已经收到几家科技公司的 offer， 薪资待遇都不错。科技公司什么级别的？小云爸追问。就是台湾的几家半导体企业，虽然不是台积电那样的巨头，但也是行业里不错的公司。半导体，小云爸眼前一亮，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随后阿杰带小云去了台北，说实话，小云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有些失望，街道没有北京那么宽敞，建筑也没那么气派，但他很快就发现台湾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阿杰家住在台北市区一个老小区，2室1厅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阿杰妈妈是个话不多的温婉女性，见到小云时明显有些拘谨，但还是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小云啊，不好意思，我们家条件不好，希望你不要嫌弃。阿杰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您太客气了，您做的菜真的太好吃了。小云由衷的赞叹。阿杰爸爸是个健谈的人，席间不断询问小云关于大陆的情况。聊着聊着，气氛逐渐轻松起来。小云，你愿意跟阿杰到台湾生活吗？我们虽然条件不如你家，但我们会把你当女儿一样疼的。饭后，阿杰妈妈拉着小云的手问道，阿姨，我觉得生活条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心。小云真诚地回答。1个月的相处，小云爱上了台湾的人情味，阿杰的家人也被小云的真诚打动。但两家父母的担忧并没有完全消除，直到有一天，小云父亲接到一个赴台交流的任务，他决定借此机会暗访阿杰家，看看女儿未来的生活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他不动声色地安排了行程，没有告诉小云和阿杰。我得亲眼看看这台湾女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小云父亲暗自下定决心。来到台北的第一天，小云父亲就被这座城市的整洁和秩序感惊讶到了。明明人口密度这么高，街道却很少见垃圾，公共场所井然有序，人们彬彬有礼。但他还是不相信女儿会甘愿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这里过普通生活。他按照事先调查到的信息，来到阿杰工作的科技园区附近，正好碰到阿杰和同事们出来吃午饭。喂，阿杰，听说你女朋友是大陆来的，什么时候结婚啊？一个同事打趣道。还在计划中啦，两边父母都有些顾虑，我们还在努力说服。阿杰笑着回答，大陆女生会愿意来台湾生活哦。我看现在很多是倒过来的吧。另一个同事插嘴，小云不一样，她很单纯，不是那种物质的人。阿杰认真地说，而且我也会努力给她最好的生活。你那薪水能给什么好生活啦？同事们哄笑起来。我正在考虑创业，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和技术积累。阿杰并不在意他们的调侃，而且生活品质不只是看物质条件，台湾的人情味、文化氛围，这些都是无价的。听到这番话，小云父亲若有所思。随后几天，他远远地观察了阿杰的生活，早上7点出门上班，晚上常常加班到9、10点才回家。周末要么陪小云出去玩，要么就在家研究技术资料，生活简朴但充实。终于，小云父亲决定正式见见这个未来女婿。他给阿杰发了信息，约他见面。伯父好。见面时，阿杰有些紧张，但很坦然。小阿杰，我这几天在台北考察，也了解了一些情况。小云父亲开门见山，我想知道你凭什么觉得能给我女儿幸福？阿杰深吸一口气，伯父，我知道自己条件不如您家好，也给不了小云在大陆那样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会全心全意爱她，尊重她，为她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台湾虽小，但这里很安全，医疗和教育都很好，生活节奏也没那么快。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情味很浓。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小云父亲打断他，我担心小云嫁过来会被歧视，会因为是大陆人而受委屈。伯父，我不能保证台湾没有个别人有偏见，就像大陆也有人对台湾有误解一样。但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很开明，他们会用真诚对待小云。而且现在两岸交流这么密切，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看法已经转变了。是吗？小云父亲将信将疑。如果您不信，不如明天去我家吃个饭，看看我父母是怎么对待小云的。阿杰真诚地提议。第二天，小云父亲来到阿杰家。当他看到女儿和阿杰父母其乐融融的相处，看到阿杰妈妈亲切地教小云做台湾小吃，看到阿杰爸爸骄傲地向邻居介绍这是我未来儿媳妇，从北京来的，他的心渐渐软了下来。饭桌上，阿杰一家人热情而自然，没有一丝做作。他们谈论着两岸的风土人情，畅想着未来的生活，气氛温馨而和谐。说实话，我们一开始也有顾虑。饭后，阿杰妈妈坦诚地对小云父亲说，担心文化差异啊，生活习惯啊，甚至担心政治因素会影响孩子们的感情。但相处下来，我发现小云这孩子真的很好，完全没有架子，很快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是啊，现在我们全家都喜欢他，巴不得他们早点结婚呢。阿杰爸爸笑着说，你放心，我们会把小云当亲生女儿看待的。小云父亲心中微微触动，他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偏见，原来台湾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排外，阿杰一家也不是他以为的那种小家子气。回酒店的路上，小云挽着父亲的手臂，爸，您看，台湾其实挺好的，对不对？小云父亲点点头，却没有多说什么。第3天，小云父亲单独来到阿杰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想静静思考。巧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正在晨练的阿杰爸爸。哎呀，巧啊！阿杰爸爸热情地打招呼，一起散步。两人边走边聊，从天气聊到政治，从经济聊到文化。小云父亲惊讶地发现，这位台湾老百姓见解独到，思想开明，谈吐不俗。说实话，我们都是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阿杰爸爸真诚地说，我能理解你的顾虑，但我想说的是，
孩子们的幸福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心灵的契合和生活的质量才是长久幸福的基础。小云父亲默默点头。而且台湾没你想象的那么落后啦。阿杰爸爸笑着说，我们这边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都很完善，生活品质也不差。虽然房子可能没北京那么气派，但生活节奏慢一点，压力小一点，也是另一种幸福啊。这番话让小云父亲陷入深思。他开始意识到，或许是他太狭隘了，用大陆的标准去评判台湾的生活。暗访的第4天，小云父亲决定跟踪女儿1天，看看她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一早，小云和阿杰一起出门，他们先去了一家早餐店，点了豆浆和葱油饼，然后去超市采购食材，接着去了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原来小云在那里教大陆文化课。下午，他们去了一个创业孵化基地，阿杰在向几位投资人介绍他的项目，小云在一旁协助。晚上，两人回到阿杰家，一起下厨做饭。透过窗户，小云父亲看到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让他触动不已。原来我女儿在台湾过得这么好，一点都没有受委屈。小云父亲喃喃自语，反而是我一直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她的选择，才是真正委屈了她啊。当晚，他给妻子打电话，老伴啊，我看了，孩子在这边挺好的，阿杰这孩子也不错。台湾的生活质量其实很高，虽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富裕，但是很精致，很有人情味。第5天，小云父亲主动找到阿杰，说出了自己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阿杰，我为之前的偏见向你道歉。小云父亲诚恳地说，我现在相信你能给小云幸福。我同意你们的婚事。阿杰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住小云父亲的手。小云得知父亲已经转变态度后，喜极而泣。一家人聚在一起，开心地规划起婚礼事宜。爸，谢谢您能理解我的选择。小云抱着父亲说，傻孩子，是爸爸该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小云父亲感慨道，你在台湾不仅没有受委屈，反而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这让我感到欣慰。就这样，一场横跨海峡的婚礼在台北举行。小云穿着中式礼服，阿杰穿着西装，2种文化的交融，象征着2个家庭的连结。婚礼当天，台北细雨霏霏，却挡不住2家人的喜悦。小云的父母特地从北京带来了传统的嫁妆，阿杰的父母则准备了充满台湾特色的礼品。2种不同的婚俗在这一天完美融合，就像2个年轻人的爱情一样，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隔阂。小云，我一直担心你嫁来台湾会吃苦，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婚礼上，小云妈妈拉着女儿的手说，看到你这么幸福，妈妈也就放心了。妈，您放心，阿杰一家对我特别好，我在这里一点都不委屈。小云笑着回答，眼角闪着幸福的泪光。婚后，小云和阿杰租了一套小公寓，开始了新婚生活。刚开始确实有些文化冲突，小云习惯了大陆的直来直往，而台湾社会则更注重含蓄和礼节，小云喜欢热闹，阿杰则偏爱安静。小云习惯用支付宝和微信，而台湾还是信用卡和现金比较普遍。哎呀，为什么台湾的商场不能用支付宝啊？这也太不方便了吧！刚来台湾的小云经常抱怨，台湾有自己的支付系统啊，像 Line Pay、接口支付都很方便的。阿杰耐心解释，而且我们这里信用卡普及率很高，很多地方刷卡就行了。可是大陆连路边摊都能扫码支付，多方便啊！那我们以后可以带一点现金出门，以防万一嘛。阿杰总是这样，用包容和理解化解小云的不适应。除了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两人在价值观上也有一些碰撞。在大陆长大的小云，从小就被灌输要出人头地，要做第一的竞争意识。而在台湾成长的阿杰，则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兴趣的培养。阿杰，你怎么能拒绝主管给你的升职机会呢？那可是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职位啊！小云不理解阿杰为什么放弃了一个明显对职业发展有利的机会。因为那意味着我得放弃自己的创业计划，而且要经常出差，陪你的时间会变少。阿杰解释道，在我看来，足够的收入和更多的陪伴比职位高低更重要。
小云一时语塞，她开始反思自己从小接受的价值观。或许人生真的不必那么拼命，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随着时间推移，小云越来越适应台湾的生活。她喜欢上了早上的豆浆油条，爱上了台湾夜市的热闹氛围，也习惯了台湾人说话时的那份礼貌和含蓄。她在一家两岸文化交流机构找到了工作，利用自己的背景优势，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小云，你是不是有点想家啊？有一天晚上，阿杰看着望着窗外发呆的小云问道。有一点，小云承认，不过不是特别严重啦。我只是有时候会想起北京的胡同，想起妈妈做的饭菜。那我们今年春节回北京过，阿杰提议。真的？可是你不是说公司那边很忙吗？再忙也得陪你回家看看爸妈啊。阿杰笑着揽住小云的肩膀，而且我也想多了解大陆的文化，这样才能更理解你嘛。就这样，他们每年会回北京住上一段时间，让小云解解乡愁，也让阿杰更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两人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小云甚至开始筹划要孩子的事情。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他们结婚2周年的时候，小云的父亲突然生病了，情况比较严重。阿杰，我爸住院了，我得立刻回北京。小云接到妈妈电话后急切地说。我和你一起回去。阿杰二话不说，立即安排了机票。回到北京，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小云心疼不已。医生说是突发性心梗，虽然已经度过危险期，但需要长期调养。更糟糕的是，小云母亲最近也查出了轻微的骨质疏松，两位老人的健康状况都不容乐观。小云，你和阿杰先回台湾吧，我们没事的。小云母亲强撑着说。妈，我想留下来照顾你们。小云咬着嘴唇说。那阿杰怎么办？他还有工作要忙啊。阿姨，您别担心，我可以在北京远程工作一段时间。阿杰主动说，小云留下来照顾您和叔叔，我也能帮上一些忙。就这样，小云和阿杰在北京住了下来。阿杰白天远程办公，晚上和小云一起照顾老人家。他细心地学习如何给小云父亲量血压，如何陪小云母亲做康复运动，甚至研究起了适合老年人的营养食谱。阿杰，真是麻烦你了。小云父亲感慨地说，你放着台湾的工作不管，跑来照顾我们这2个老人家。叔叔，您别这么说。阿杰真诚地回答，您和阿姨就像我的父母一样，照顾你们是我应该做的。你这孩子，小云父亲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一住就是3个月。期间，阿杰不仅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利用自己在科技领域的人脉，为小云父亲联系了最好的心脏专家。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小云父亲的病情明显好转。女儿，阿杰，你们还是回台湾吧，我们真的没事了。小云母亲劝道，你们在北京待这么久，工作生活都耽误了。妈，可是我还是不放心。放心，有需要我们马上联系你们。小云妈妈坚持道，而且我看你爸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阿杰找的那位专家。你嫁到台湾去，没有受委屈，反而是我们沾了你们的光啊。临行前一晚，小云父亲叫阿杰单独聊了聊。阿杰，这段时间我观察了你，觉得你是真心实意对我女儿好，我很欣慰。小云父亲感慨地说，说实话，我一直担心小云嫁到台湾会过得不如在大陆好，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叔叔，我不敢说能给小云最好的物质条件，但我会尽我所能让她幸福。阿杰诚恳地说，我现在才明白，幸福不是用钱财地位来衡量的，而是2个人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小云父亲拍拍阿杰的肩膀，你们走吧，有什么事我会及时联系你们的。回到台湾后，小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好消息让2家人都兴奋不已。太好了，我要当外公了。小云父亲在视频电话里激动地说，爸，等您身体再好一点，您和妈就来台湾住一段时间吧，我想让你们看着外孙出生。小云提议道，好啊，我一定要亲眼看看我外孙长什么样。小云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小云父母来到了台湾，打算住上几个月，直到外孙出生。一家人又一次团聚在台北的小公寓里。刚开始，小云父母还有些不适应。台湾的生活节奏较慢，很多事情都需要慢工出细活。台湾人说话委婉含蓄，
常常让直来直往的大陆人感到捉摸不透。就连饮食习惯也有很大差异，台湾菜普遍偏甜，而北方人则喜欢重口味。这台湾菜怎么都这么甜啊？吃得我牙都要掉了。小云爸爸私下抱怨，习惯就好了，台湾人喜欢这口。小云妈妈劝道，你看小云不也适应了吗？话说回来，这里的空气确实比北京好多了，天天蓝天白云的。小孩子在这里长大挺健康的。小云爸爸不得不承认台湾的环境优势。让小云父母惊讶的是，尽管阿杰工作忙碌，但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陪伴怀孕的小云，煮饭洗碗从不叫苦。周末还主动带老人家去郊外踏青，阿杰父母也经常过来探望，带来自己做的点心和补品，两家老人相处融洽，经常一起下棋聊天。老伴儿，你看小云和阿杰这日子过得比我们年轻时强多了。一天晚上，小云爸爸感慨地对妻子说，我们当年又是工作忙，又是应酬多，哪有时间像他们这样相互照顾，一起成长。是啊，我以前总担心小云嫁到台湾会受委屈，现在看来她过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幸福得多。小云妈妈附和道，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小云爸爸若有所思地说，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台湾比大陆落后？台湾人应该羡慕大陆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台湾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社会福利都很高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把 GDP、高楼大厦这些看得太重了。小云妈妈分析道，而忽略了普通人真正的生活体验和幸福感。说的有道理，你看台湾虽然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但街道整洁，空气清新，人们彬彬有礼，生活节奏也不那么紧张。这种生活品质有时候比物质财富更重要啊！而且台湾的医疗保险也很完善，小云怀孕期间的检查几乎都不用自己掏钱。小云妈妈补充道，像阿杰家这样的普通家庭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啊，我们以前总觉得小云嫁到台湾是下嫁，现在看来是我们的偏见啊！小云爸爸感慨万千。就在这种温馨和谐的氛围中，小云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了。阿杰忙前忙后准备婴儿用品，学习育儿知识，两家老人也各展所长。小云妈妈准备了各种月子餐的食材，阿杰妈妈则收集了当地最好的月子中心信息。小云，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我们打算在台北买套房子。一天，小云爸爸突然提出买房子。为什么啊？小云惊讶地问。这样我们退休后就可以经常来台湾住一段时间，陪陪外孙，帮你们分担一些照顾孩子的工作。小云爸爸解释道。而且说实话，台北的生活环境确实比北京好。我和你妈年纪大了，在这边住着也舒服。爸，这是真的吗？小云激动地握住父亲的手。我一直担心你们会因为我嫁到台湾而见面次数变少，没想到你们竟然愿意来这边住。傻丫头，父母不就是希望孩子过得好吗？小云爸爸慈爱地说。看到你在台湾有了自己的家庭，过得这么幸福，我和你妈也就放心了。买个房子在这边，我们也能多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啊！就在他们讨论买房计划的时候，小云突然感到阵痛。阿杰，我好像要生了。她紧张地说。阿杰立刻冷静下来，拿起提前准备好的待产包，和两家老人一起送小云去了医院。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没有一丝慌乱。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一个健康的男婴咕咕坠地。当护士把小宝宝抱给小云时，病房里的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小云辛苦了。阿杰紧握着妻子的手，眼中满是爱意和感激。爸妈，看，这是你们的外孙。小云骄傲地向父母展示怀中的小生命。好孙子，长得真像小云小时候。小云妈妈激动地说。小孩子还是要在台湾长大好啊，这里的教育环境、生活节奏都适合孩子成长。小云爸爸感慨道，以前我总担心小云在台湾会受委屈，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爸，我在台湾真的很幸福。小云微笑着说，虽然物质条件比不上北京，但精神上的满足感更强。阿杰一家对我特别好，我在这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女儿啊，爸爸为你感到骄傲。小云爸爸深情地说，你的选择是对的，爸爸以前的担忧和偏见才是真正让你委屈的原因啊。
小云父亲回想起自己当年暗访台北的经历，不禁感慨万千。当时他以为女儿在台湾一定过得不如意，才会偷偷跑来调查。没想到最终发现，女儿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幸福，而他自己过去的成见和偏见才是最大的误解。女儿，你在台湾没有受任何委屈，反而是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你的生活，才是对你的不尊重啊！小云父亲感慨道：以后你们好好在台湾生活，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不用顾虑。爸，其实您暗访我的事，阿姐早就告诉我了。小云笑着说：当时我还担心您会失望呢。失望？怎么会？我只是感到羞愧，为自己的偏见和狭隘感到羞愧。小云父亲真诚地说：女儿，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和生活方式。就这样，宝宝的出生不仅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彻底消除了两家人之间最后的隔阂。小云父母如愿在台北买了套房子，两边老人轮流照顾孙子，阿杰的事业也渐入佳境。小云则在空闲时间开了个小工作室，教授大陆文化和语言课程。好了，我是丽姐。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欢迎订阅我，我会持续带来更多精彩的婚恋故事。下期见喽！